各位好，本周将进行运算放大器 OP-Amp 的实验。在实际使用这颗 IC 之前，我们会介绍关于理想 OP 的特性，再借由 IC 的规格表，让大家认识真实 OP 的电路特性。最后，再介绍几个 OP 的应用电路。OP-Amp 是 Operational Amplifier 的简称，因为具有线性放大的特性，所以常用来处理讯号，或进行加法、减法、微分、积分等数学运算。所谓线性放大，是指输出讯号大小与输入讯号大小两者的比例为常数。OP 的输入有一个特色，就是由两个输入接角，利用插动模式输入到 OP 内部。投影片附上的 IC 是 OP 的其中一种样子，实际上它可能还会有其他不同的包装。OP 的电路符号会表示成三角形，再加上5只接角，接角分成正电源、负电源、同向输入、反向输入，还有输出。组成 OP 的电晶体非常多，不过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压放大器的模型。输出大小等于插动讯号乘以 A 倍。输入端有输入阻抗，输出端有输出阻抗。理想 OP 的电路特性有： 1. 无限大的开回路电压增益； 2. 无限大的输入阻抗； 3. 几乎等于0的输出阻抗。OP 最常见的连接方式会把它接成负回授的形式，再根据无限大开回路电压增益，还可以推的正输入与负输入存在虚短路的现象，也就是说，正输入的电位等于负输入的电位。再来，因为输入阻抗无限大，表示输入端几乎没有电流流进去。以上这些特性对于后续推导 OP 应用电路的关系是非常关键。不过，谈论到实际的 OP， 前面说的理想特性很多就必须要打个折扣。以常用的 OP741 来说，根据制造商的规格表，我们可以看见，输入端还是有电流流进去，而输入阻抗、开回路电压增益也不是无限大，也因此，随着整个电路系统的需求不同，各位在选用 OP 时，要先透过规格表了解基本特性后，再进行选择。什么是规格表？规格表，英文称作 data sheet， 它是由 IC 制造商所提供，会标注关于 IC 的基本电路特性，还有这个 IC 的角位、长宽高大小等实际规格，有些还会附上应用电路给大家参考。今后若要选择或认识各式各种 IC， 唯一的方式就是要去阅读它的规格表，才能做更深入的判断。在另一部教学影片中，将带大家浏览一遍 OP741 IC 的规格表。看完规格表后，拿到 IC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辨别角位。以 Dual In-Line Package 封装的 IC 来说，如果 IC 表面有圆点，那与它相邻的接角就是1号接角。如果 IC 有一个短边，它有半圆形的切口，切口朝上后，位于左上方的第一支接角就是1号接角。接角分配，英文称作 Pinout， 它会交代 IC 各金属角的名称，在连接电路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讯息。请大家一定要查明之后，再开始连接线路，尤其是电源的接角要特别当心，若极性不对，很有可能让 IC 直接毁损。基于 OP 的稳定可靠，取得也容易，很多基本放大器会用 OP 制作。其中，反向放大器是一个经典的电路。讯号经电阻由负端输入，正端接地，负端与输出端用一个电阻连接。假设在理想 OP 的条件下，应用之前说过的两个特性，输入电流为0，正输入与负输入呈现虚短路。套用 KVL 与 KCL， 可以得到输出大小与输入大小的比值等于负的 R2 除以 R1。负号会表现在输出与输入两个波形有180度的相位差。
这就是所谓的反向放大器。应用同样的方法，非反向放大器，它的输出大小与输入大小的比值等于1加上 R2 除以 R1， 整个值是正的，所以输出与输入两个波形没有相位差。最后，还有一个很经典的电路，称作电压随偶器，或称作缓冲器，通常是当作多级放大器的中继角色。它具备大输入阻抗、小输出阻抗，很适合用来传递电压讯号。虽然电压增益顶多只有1倍，但因为可以用作阻抗匹配，所以缓冲器仍然是很重要的电路。